女孩刚一出现，整个时空突然静止，喧闹的马戏团瞬间安静。爱德华穿过人群，缓缓走向女孩，他拨开眼前定格的爆米花，刚要和女孩四目相对，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间又突然飞快流逝，女孩就这样瞬间被人群淹没。为了找到一见钟情的女孩，爱德华回到马戏团，找团长询问女孩的身份。 I know her uncle. Who is she? Where does she live? Forget it, kid. Don't waste your time. She's out of your league. 可爱德华却不愿放弃，他甚至自愿留在马戏团义务打工，只为换取哪怕一丝女孩的消息。可他并不知道自己早已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贪婪的老板答应爱德华，每个月只给他一条线索。第一个月，他告诉爱德华，女孩喜欢的花是黄色的水仙。第二个月，他告诉爱德华，女孩已经考上了大学。爱德华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在马戏团义务工作了整整3年，眼看迟迟寻不到女孩的踪迹，他终于忍无可忍。这天晚上，他准备去找老板摊牌，却发现老板的房车正在剧烈的摇晃。而就当他打开房门的那一瞬，原来这头失去理智的饿狼竟是马戏团的老板。眼看一旁的助理举起枪要置老板于死地，千钧一发之际，爱德华却挺身而出，替狼人老板挡住了子弹，又连忙捡起了一根树枝，用力地扔向远方。就这样，爱德华救了狼人老板一命。第二天一早，狼人老板终于恢复过来，他赶忙询问爱德华自己有没有伤及无辜。 Didn't kill anything, did I? A few rabbits. 而为了感谢爱德华的救命之恩，老板终于将女孩的一切如实相告。 Her name is Sandra Templeton. She goes to Auburn. Semester's almost over. 得知真相的爱德华欣喜若狂，他立刻踏上了寻爱之旅。可他却万万没想到，当他历尽千辛站在女孩面前时， You don't know me, but my name is Edward Bloom, and I love you. 女孩却告诉他自己已经订婚了。女孩的话就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爱德华3年的期盼。他只能失望地转身离去。可还没走出3步，爱德华竟突然回头。 Sandra Templeton, I love you and I will marry you. 为了争取到桑德拉，他开始了猛烈的攻势，不仅在天空上对桑德拉大胆示爱，甚至还在大学的课堂上将老师的幻灯片调包。直到这天清晨，当桑德拉睡眼惺忪地起身，推开窗的刹那，竟然看到了足以让他震惊的景象。原来爱德华搜寻了附近的5个州，将他最爱的黄色水仙种满了他家的院子。桑德拉终于感动了。 You don't even know me. I have the rest of my life to find out. 可却没想到，此时他的未婚夫竟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This is my girl. I wasn't aware that she belonged to anyone. 但爱德华却没有还手，男人见状继续对其拳脚相加。爱德华虽然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因此彻底赢得了桑德拉的心。 I will never marry you. What? I mean, you love this guy? He's almost a stranger and I prefer him to you. 可他们刚在一起不久，一封政府的号令便将爱德华卷入了残酷的战争中。长达3年的服役期让他心如死灰。为了缩减役期，爱德华果断选择了最危险艰巨的任务，可却不慎落入了朝鲜军营，导致他与美军彻底失联。但万万没有想到，军方竟直接给桑德拉寄回了爱德华阵亡的消息，这让桑德拉无法接受。可他哪里知道，爱德华反而在敌军的营地里密谋了一场逃亡。原来他凭借绝妙的口才，成功策反了营地里的连体女歌手。几个月后，就当桑德拉在院子里晾晒被单时，爱德华竟活生生地站在了桑德拉的面前，二人紧紧相拥。而为了给妻子一个安稳的生活，爱德华成为了一名推销员，只不过常年在外奔波，但每半个月他就会把赚的钱全部存入银行，只为给妻子买下心动已久的房子。皇天不负有心人，很快爱德华便凭借不断的努力将业务拓展到了德州的西部。可眼看着生活越来越好，不甘平庸的爱德华又开始了一场全新的冒险。传说在当地的河里潜伏着一条体型巨大的旗鱼，它是整个阿拉巴马州人做梦都想钓到的猎物，可多年来却从未有人成功过。为了征服这个传说，爱德华尝试了无数种鱼饵，直到这天他突然灵机一动，既然他是小偷的化身，普通的鱼饵又怎么可能入得了他的眼呢？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手上的婚戒直接挂在了鱼钩上。果不其然，大鱼成功被爱德华俘获，而与此同时，他的儿子威尔也咕咕坠地了。从此以后，爱德华便将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经历不停地讲给身边的人听，哪怕是在儿子的婚礼上，他也依然会和宾客们侃侃而谈。但爱德华的举动却引起了威尔强烈的反感，他认为父亲总是在不分场合地表现自己，甚至还满嘴跑火车，不过是为了自己那点虚荣心。父子二人因此大吵了一架，整整3年都没有联系。
直到这天，威尔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件。原来父亲早已身患重病，为了在父亲弥留之际尽尽孝道，小两口连夜踏上了归途。而飞机上的一个小男孩却瞬间让威尔回忆起了曾经与父亲的点点滴滴。在他小的时候，父亲爱德华也常和他一起玩手影的游戏，甚至还总是给威尔讲述自己儿时各种各样的奇幻故事。传说村子里有一个神秘的女巫，她的一只眼珠能预见自己未来的死法。为了验证这个传说，爱德华和小伙伴们前往村子的深处。爱德华仗着胆子敲响破旧的木门，可女巫苍老的面容还是给他吓了一跳。他只能强装镇定，并向女巫表明来意，却没想到善良的女巫竟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掀开眼罩的瞬间，小男孩吓了一跳，但他很快便从里面看到多年后的自己竟是从梯子上不慎摔落而死的。第二个男孩看到的是自己在上厕所时因心梗离世，而当爱德华透过眼珠看到自己的结局时，却表现得异常豁达。That's how I go. 但这个故事的结局，爱德华却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即便他已经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却依然固执地相信这绝不会是自己的终点。威尔觉得父亲顽固的离谱，但他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离开了房间。直到经过自己儿时的屋子，回忆瞬间翻涌而来。那年他得了水痘，父亲爱德华鼓励他不要害怕生病卧床，因为年少时的爱德华也曾不知为何骨骼突然疯长，而为了减缓生长的速度，让身体其他机能跟得上来，他不得不依靠机器卧床了整整3年。可那3年里，他却一遍遍地翻看着百科全书，读到了一句影响他一辈子的话 Kept in a small bowl, the goldfish will remain small. With more space, the fish will grow double, triple, or quadruple its size. 也正是这句话，让爱德华把自己比作了那条需要广阔天地的大鱼。他也瞬间领悟，自己之所以会疯狂长大，是因为他的灵魂本就渴望一个更大的世界。于是他开始不断地打磨自己，培养起各种各样的兴趣和本领。没过多久，他变成了小镇上最耀眼的杰出青年。直到有一天，小镇上出了一件怪事，农场里的羊群每晚都会莫名失踪。有人说是巨人闯入把羊都吃了，镇民们惊恐不已。可爱德华却主动站了出来。为了弄清真相，他只身来到巨人常出没的山洞，因为曾从女巫那里看到过自己未来的结局，他毫无畏惧，径直挑衅巨人，甚至让他从自己的胳膊开始下口。谁知巨人却甩开他的手，说他并不想伤害任何生命，只是因为自己太饿了。听闻巨人的苦衷后，爱德华灵机一动，便开始向巨人描绘起小镇外的世界。他不仅告诉他那里有比他还要高大的楼宇，还有吃不完的美食，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最终，巨人与爱德华欣然决定一同前往小镇外的世界去看看。就这样，他们很快便踏上了全新的旅途。可刚走出去没多远，他们就遇到了一条分岔路口。天性爱冒险的爱德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无人问津的小路，并与巨人商定兵分2路，在前方的路口汇合。可谁知，当他踏入那条小路时，周围的气氛瞬间阴森恐怖到了极点。狡黠的乌鸦不但叼走了他的帽子，蜂群也疯狂地向他发起攻击。毫无退路的爱德华只能拼命地向前奔跑。可当他穿过一片巨大的蜘蛛网后，竟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光景。那是一片宛如仙境般的碧绿草地，只是镇口却挂着一排排鞋子。而就在爱德华疑惑之际，镇长便赤着脚热情地迎接了爱德华。原来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丰都镇，这里安静祥和，仿佛世外桃源，与世隔绝。而镇民们也都希望爱德华能留在这里。而就在交谈之际，镇长的女儿却突然抢走了爱德华的鞋子。他慌张地追了上去，却没想到女孩只是将他的鞋子抛向了门口那根挂满鞋子的绳子上。爱德华满心不解，镇民们立刻解释道，这里的草地柔软，根本用不上鞋子。于是爱德华便跟着大家回去了。当然，在丰都镇的日子，爱德华每一天都过得无比轻松愉快。但渐渐的，他却意识到了问题。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在爱德华的再三坚持下，他还是毅然离开了丰都镇。最终，爱德华与巨人在前方的路口顺利汇合。随后，他们路过了一个马戏团，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而当马戏团的巨人登场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爱德华却不屑一顾，直到他把自己身边那位真正的巨人带上了舞台。就这样，巨人留在了马戏团工作，爱德华也在这里遇见了此生的挚爱。而这段传奇般的佳话却让爱德华的儿媳感到无比温馨浪漫。可丈夫威尔却始终觉得那不过是父亲夸大其词编织的故事罢了。直到这天，家人们在储物间整理旧物，母亲桑德拉再一次打开了那封
封尘封已久的阵亡通知书。 What is it? It was during the war. Your father went missing. They thought he was dead. Oh, that really happened? Not everything your father say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威尔心头猛地一颤，而就在此时，他又翻出了一份老旧的契约，上面的地址和一个女人的名字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了弄清真相，威尔立刻驱车前往文件上的地址，却发现那里正是父亲曾无数次提起的丰都镇，而契约中的女人也正是当年镇长的女儿珍妮。珍妮告诉威尔，父亲爱德华真的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当年父亲离开丰都镇后，便开始拓展自己的事业，谁料事业有成之后，他又误打误撞闯进了这里。可这一次，丰都镇已经不复往日的模样，他失去了曾经的鲜活。原来，自从丰都镇开辟了一条通往外界的大路后，银行、贷款等业务层出不穷，小镇被金融系统慢慢腐蚀、掏空。曾经无忧无虑的镇民们纷纷破产，银行正在拍卖整座小镇。而就在此时，爱德华竟出重金买下了整座小镇。年少时的他虽然没有雄厚的资本，但作为一名出色的推销员，他却凭借强大的人脉筹集了大笔资金，一点点帮着镇民们重振家园。也正是在那段日子里，他为眼里早已失去光芒的珍妮重新带来了希望。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珍妮渐渐对爱德华动了心，可爱德华却始终对桑德拉忠贞不渝。最终，他还是拒绝了珍妮的深情告白。讲到这里，珍妮和威尔都有些尴尬，可威尔心底对父亲的那块坚冰却正在悄然融化。他驱车赶往家中，却得知父亲突然中风，已经被送往了医院。病床前，母亲悉心照顾着父亲，眼里充满了不舍。直到这天，病房里悄然走进一位老人，那是一名医生，也是父亲的老朋友。他告诉威尔，当年母亲桑德拉提前1周早产，而爱德华偏偏在外地工作。等他赶回来时，威尔已经出生了，那是爱德华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这份亏欠，他用余生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奇幻的童话，不停地讲给儿子听。那一刻，威尔终于读懂了父亲。 I suppose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the true version and an elaborate one involving a fish and a wedding ring, I might choose the fancy version. 没过多久，父亲突然从昏迷中惊醒，他死死地盯着头顶的天花板。威尔刚要按响呼唤铃，父亲却轻轻地阻止了他。爱德华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了，他望着儿子，虚弱地让威尔告诉自己到底是怎么走的。威尔一时茫然，但很快他便明白了，父亲是要他亲手为自己写下最后一个结局。于是威尔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讲述那个属于父亲最后的童话。那一天，病重的父亲突然奇迹般好转，他不愿再待在死气沉沉的医院里。于是，威尔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躲过医生和护士的阻拦，一路狂奔，终于坐上了那辆曾经载满回忆的小红轿车。威尔载着父亲穿过熟悉的桥梁，疾驰向河边。当他们赶到时，爱德华生命中每一位重要的朋友都早已在此等候，他们微笑着向爱德华挥手告别。 Goodbye, everybody. Farewell, adieu. 而他一生的挚爱桑德拉，此刻也正站在河中央，一袭红裙在水中轻轻飘荡。他微笑着迎接爱人的归来。爱德华掏出那枚珍藏一生的婚戒，轻轻地放在妻子手中。随后，在众多亲朋好友温柔的目光里，威尔缓缓将父亲放入了水中。爱德华化作了一条大鱼，带着一生绚烂多彩的童话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缓缓游向了远方。威尔就这样替父亲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葬礼那天，各路亲朋好友纷纷赶来。威尔看到了父亲故事中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全部真实存在，只是被父亲赋予了奇幻的色彩，可大家的眼中却并没有太多的悲伤，仿佛所有人都在为爱德华这奇幻的一生感到由衷的骄傲。而那些曾经被当作童话的故事，也终于在这一刻变成了最温柔的真相。至此，影片结束。其实《大鱼》这部电影，我曾经几次想拿出来解说，但却一直觉得对它的理解还不够。直到经历了些事情，又收到了粉丝的私信，我才再一次重温了这部经久不衰的影片。我相信大家在看完这部电影过后，都会忍不住的去问，那些离奇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答案就藏在爱德华的一生里。威尔总是觉得父亲在编织谎言来满足自己的空虚，却殊不知父亲只是选择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平凡的世界。当现实过于残酷，他便用童话将其包裹；当遗憾无法弥补，他便用幻想将它填满。无论是故事里的巨人、女巫，还是丰都镇狼人老板，无一不是爱德华对平凡人生的深情告白。
他用最温柔的方式教会了儿子威尔，真正的勇敢不是揭露真相，而是即便看透了生活的平庸与无奈，也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编织一片星辰大海。而那条大鱼从来都不是谎言，那是爱德华最真挚的灵魂，是他对这个世界最热烈的爱。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最后，愿每个人在生命的尽头都能化作自己心中的那条大鱼，自由、绚烂、无畏地游向未知的远方。